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是：什么时候量血压最准？医生忠告2个最佳时间，很多人或白测了。自查下你测对了吗？高血压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疾病，全球范围内高血压患者人数不断的增加。据统计，目前全球高血压患者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0亿，其中中国的高血压患病的人数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。高血压是一种潜在的危险性疾病，如果不及时治疗，会导致多种严重的并发症，如心脏病、脑卒中、肾脏疾病等。所以预防和治疗高血压是十分重要的。为了预防和治疗高血压，我们应该采取一系列的措施，不仅需要遵循医嘱，合理的用药，也需要保持良好的生活干预。定时测量血压可以更有效地去了解血压的状态，可以更有效地改善高血压的问题。但是许多人在测量血压的时候，却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，那就是测量血压总会出现一些误差，或者是在发生与事实不相符的结果。那么我们到底如何测血压会更加的准确呢？其实测量血压的时间不对，是很有可能会导致结果白测。高血压分级标准。高血压也被称为是动脉性高血压，是一种常见的心血管疾病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，高血压可以分为3个等级：高血压1级、高血压2级和高血压3级，也被称为是轻度、中度和重度高血压。高血压1级是指收缩压140到159毫米汞柱和舒张压为90到99毫米汞柱。高血压2级是指收缩压为160到179毫米汞柱或舒张压为100至109毫米汞柱。高血压3级是指收缩压大于等于180毫米汞柱和舒张压大于等于110毫米汞柱。高血压的等级越高，对身体健康的危害也越大，因此对于高血压的患者来说，及时的治疗和控制是非常重要的。2. 高血压最理想的区间值。根据国际指南，高血压最理想的区间值是收缩压小于120毫米汞柱和舒张压小于80毫米汞柱，即120、80毫米汞柱。这被认为是正常的血压范围。如果血压稍高，但仍在正常的范围内，也可以视为是良好的血压控制。3. 血压高等于高血压吗？有一些人认为血压水平升高其实就是高血压，其实这算得上是一种误解。高血压是指血压持续升高，超过正常范围的一种疾病，而血压高只是一个描述症状的词语，并不能确定是否患有高血压，因此血压高并不一定等于是高血压。4. 什么时候量血压最准？医生忠告有2个的最佳时间，很多人或白测了。对于存在高血压问题的患者而言，实时监测个人的血压水平是特别关键的。那么什么时候情况下测量血压会更加的准确呢？第一个最佳的时间，清晨醒来时。正常的情况下，在清晨醒来以后起床之前，因为身体经过一整夜的睡眠，身体代谢活动处于比较低的一个状态，这个时候身体会受到其他异常因素影响的状态会更低，所以这个时候测量血压会更加的准确，而且测量的结果也是比较客观的。第二个最佳的时间，上午6到10点，下午4到8点。上午6点至10点以及下午4点至8点是一天里2个血压高峰的时间段。当清晨6点起床之后，高压水平会开始慢慢的升高，到10点左右，此时血压的水平会达到一个高发状态。对于身体健康的人而言，这个时候测量血压能够得到正确的结果。而对于血压水平偏高的人群而言，血压水平很有可能会偏高，而此时也需要了解个人的血压高峰期，可以更有效地帮助自己用药。5. 出现这4种症状，建议自查血压的水平。1. 头痛，
尤其是出现频繁持续的时间较长，或者是剧烈的头痛，这可能是高血压的一种常见的症状之一。2. 眩晕和晕厥。如果经常感觉到头晕、站起来的时候晕眩，或者是突然的晕厥等，可能与低血压或者是高血压有关。3. 心悸和心跳加快。如果经常的感到心悸或者是心跳加快，尤其是在平静的状态下，这可能是血压异常引起的。4. 视力模糊。高血压可能影响血管供应眼睛的血液流量，导致视力模糊或其他视觉的问题。6. 测量血压时是否左右手都要测量。根据医学专家的建议，我们在测量血压时，最好是要测量左右手的血压值，因为左右手的血压值可能会存在着差异。如果只测量一侧的血压值，可能会导致误诊或者是漏诊。此外，还有一些情况需要特别的注意，比如说，如果你的左右手的血压值相差很大，那么可能存在一些健康问题，需要及时的就医。7. 测量血压时有很多细节需要注意，一起盘点一下。1. 环境。选择一个安静舒适的环境来进行测量，避免受到干扰、噪音或者是紧张情绪的影响。2. 姿势。通常建议坐着测量血压，保持背部挺直，将脚平放在地板上，脚踝不要交叉。3. 准备。在测量前，避免饮食、饮酒、吸烟或者是进行剧烈的运动，至少30分钟，也要避免使用咖啡因或者是刺激性的药物。4. 测量设备。使用正确的血压计、电子血压计或者是数字血压计通常较为准确，确保血压带适合你的臂围大小。5. 测量方法。将袖带绑在非主动手臂上，并将袖带放置在心脏水平位置，以确保准确测量。6. 记录和分析。将每次测量的值记录下来，包括测量日期、时间和结果，与医生分享这些结果，以帮助评估血压的控制情况。8. 血压测量的标准姿势。1. 选择一个稳定的椅子，并确保背部挺直，脚平放在地板上。2. 将袖带绑在非主动手臂上，通常是左臂，使其与心脏的水平对齐。3. 将前臂放在平稳的表面上，如桌子上，与心脏水平对齐，将手心朝上，以稳定袖带的位置。4. 在充气袖带之前，放松身体，并静静地等待几分钟，避免剧烈运动、吸烟或者是咖啡因摄入等可能会影响血压的因素。正常人一般右上臂的血压会比左上臂高5到10毫米汞柱，正常人右上肢的血压高于左上肢，一般血压差为5到10毫米汞柱，称为臂间血压差异。但是右臂血压高于左臂20毫米汞柱以及以上时，可能提示存在的血管病变，如动脉粥样硬化、血管狭窄等，需要进一步完善血管彩超等检查，明确病因。在日常监测血压时，一般是以右臂的血压为准，必要时双侧均需检查，如果两侧的血压数值相差过大，建议及时的就医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